我原本以为洛城主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定是气宇不凡之人。可适才面对这样的良才美玉，洛城主又为何要赶尽杀绝呢？我自有我的理由。可今天这个人，你杀不了。二哥，带无双走。多谢。我应该谢谢你们。走吧。你就是萧楚河。我听说3日之后，你要带走一人，并且再杀一人。你要杀的人可是我呢？正是你。但不应当是今日。我给了3日时间问剑天启，你拿的是棍，没有资格参战。那我呢？新剑。你是李新月的后人。雪月城雪月剑仙李寒一，雷家堡雷门双子雷轰门下弟子，剑心种新剑传人雷无节前来问剑。你个傻子，你不会觉得前面称号越长越厉害吧？好。哎，等等。等什么？前辈已经接连战了2场，并且2位对手实力都不凡。前辈虽然现在看上去并无大碍，但我相信体力一定与一开始有所不同了。我无妨。别说了，前辈有心让我，但我却不能接受。我辈剑士人人心诚，岂能愧对于手中之剑？刚才前辈不是说要在天启城多待几日吗？那么3日之后，等前辈休息好了，我们再来此地问剑。我前辈，告辞，3日后见。走，快点儿。雷无极，你疯了！你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雷兄啊，你看上去单纯懵懂，其实还是挺聪明的。怎么说？刚经历了2场精彩对决，顾剑仙的神采在众多剑士中堪比神人。可当气势正旺，顾剑仙想要求剑却无人问答，雷无节却冲了出来，一顿插科打诨，还立下了3日之约，把气氛扫得干干净净。顾剑仙想要营造的高手求败的感觉，就荡然无存了。还是叶姑娘懂我。那3日之后怎么办？雷无节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今天上场的这3个人，我一个都打不过，尤其是那个顾剑仙陆清扬，差距很大。你还知道？但是他一剑斩了永安王的牌匾，这是在示威啊！不管我们去不去挑战他，他都会上门。与其让他主动找茬，还不如我们先挑战，至少这样还能什么？还能出个名白。哼，你可真是个妙人啊！啊，无妨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多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小无双，小无双，这些都是我从萧瑟的药房里带来最上好的补品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搞到这些可不容易了呢。你是来求教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问。你是想问洛清扬的剑？哎，是的，这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说我也不可能把剑法现在练得比他还强，但是我要从他的剑术里面找找弱点，就能从弱点出发，出奇制胜，一招制敌。好，你问。哎，那我就问问你啊，他这最后一剑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？4面8方。好，那个时候，他的剑气何处最盛，何处最弱？无处不在。那这就没法聊了呀！这的确是这种感觉，跟洛清扬对剑和其他人对剑不一样。
我们站在那片空地上，我却感觉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属于洛清扬的，不对，是属于洛清扬的9个剑法。风是凄凉的，四处是苍茫的，我耳边隐隐有一个人在唱歌，而我有一瞬间很想哭。这便是剑仙所谓的剑势啊！他一剑便能画出一方天地，在那天地之中，他就是主宰。那就没有办法能破剑仙的剑势了吗？每个剑仙都有自己的剑势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世界。你要想打破这个小世界，便不能顺其剑意而为，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孤剑仙的剑势就是有那股凄凉之气。我明白了。孺子可教，竟聪慧至此。什么方法？我骂死他！这凄凉之剑，重在剑势。国殇剑一出，四面悲风，这是壮士高歌之时。此时气氛一到，我暴起怒喝：“该！洛清扬，你这个老匹夫！你说你这个老匹夫没事来天启城瞎晃悠干什么？天启城发生的事与你何干啊？你早不来晚不来，非得现在才来，你还问见天启？天启城同意了吗？你把那牌匾也打坏了，你知道那牌匾有多贵吗？你给我滚吧你！”先生，你说我这么一骂，他还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凄不凄凉的起来？其实雷兄说的这番话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道理的。谢先生，你不用顾虑这个傻瓜的情绪，有话直说吧。我不是安慰他，如果真的按照雷兄这么说去做的话，那么那股凄凉的剑势，的确是容易被挫败。当然了，骂归骂，骂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也不可能骂人就能骂成剑仙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你们家的剑心诀讲究的就是垂养剑心。若是你能够闭关2日，以纯粹的剑心修其一剑，也是有一线机会的。先生说的对，我也正有所考虑。那我们先行告辞了，3日之后还请先生前来观剑。萧瑟，你说我给我那套剑法取个名字就叫骂剑诀怎么样？骂着骂着就把剑仙给赢了，是不是很霸气啊？但是我觉得我骂的也还不够霸气。你文字好，帮我想想吧。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吗？他可是冠绝榜上第1名的剑客，不输百里东军的绝世高手。所以我需要2日专心养剑嘛。哦，对了，萧瑟，我昨天只跟他说了3日之后见，却没说什么时间。算了，那我就干脆后天傍晚再来，这样多给我时间养养剑。你听懂我说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疯，我有我的剑，也有我的骄傲，我去学养剑心去了。这次看我一剑成名。去吧。走这儿。他要入剑心。不错，当年新月姑姑便曾养剑7日，最后1人1剑杀入法场。那他这样对抗洛清扬，有几分胜算？1分。比我想的还好些。都不到。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萧瑟，你应当劝劝雷无节。昨日无双差点死在顾剑仙的手下，他若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想必要下手的更重一些。雷无节好歹也是雪月剑仙的弟弟，5大剑仙情谊深浅各有不同，但总归还有些惺惺相惜。就冲这一点，洛清扬应该不会对他下死手。这个傻小子，明知道要吃苦头了。或许这一战对他有益吧。若依姐姐，洛清扬再强，也不过只是一个人，更何况在这天启城中，要杀萧瑟，真的这般简单吗？萧瑟不希望别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。洛清扬是来找他的，那他应该负起这场战役的责任。
这是他从小到大的选择。但我们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吧。韩姨，你怎么突然从剑仙冢回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突然反问我了呢？现在天气转凉了，当心染了风寒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在剑心冢那边，功力恢复的如何呀？已经恢复30%了，不必担心。剑心冢的消息太少了，我实在有些担心，就想回雪月城待一阵子。梦见他了？此刻若有他在的话，或许天启城的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。毕竟是我们雪月城的女婿了，应该替我们去打洛清扬。我听说，洛霞她走了。骆明轩突然对师傅表达了那种情谊，他这个当师傅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所以他就选择了一跑了之。那骆明轩呢？也追着他一跑了之了。总会追到的。这师徒相恋在江湖中虽然也曾出现过，但毕竟还是很难被人接受的。爱情中，总需要一方先勇敢一些。只要有一方愿意勇敢，那他们的感情总会走到一起的。他就是那个比我还要勇敢的人。你说的那个他，是指骆明轩，还是赵玉珍？可如果当时勇敢的那个人是我，现在会不会结局就不一样？阿姨呀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天启那边怎么样了？这次我们不能去助他们战洛清扬，那他们该怎么办？我相信萧瑟，他从蓬莱岛回来之后，我跟他聊过一次，他说他有一步棋，这步棋一定是洛清扬都没有想到的。萧瑟，军报，方才有军报传回天启了。什么军报把你慌成这样？男爵进犯我朝边境，1日之内已经攻下了我们3座城池。什么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是，偏偏他就是在这个时候。现在城中有孤剑仙问剑天启，边境又有男爵来犯，这一切又是萧雨的阴谋。嗨，别管是什么阴谋，我已命琅琊军全军戒备，准备连夜赶往边境御敌。想不到，前不久还兵指天启的琅琊军，现在又要替北离镇守国门，军中老将应该有所怨言吧？怨言嘛，总归是要有的。可既然肩甲上画着狼牙，就要肩负起我们狼牙的意志。哎，这几日我虽住在城外军营中，但那个什么孤剑仙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你不必担心我，我自有解决办法。你有信心？我听说那个怒剑仙和什么无双城城主都已经败下阵来了。对，所以我打算去青天界，让老天师为我开天剑阁。你要去求剑？不错。世人皆以为我是姬若风的弟子，传习他一手无极棍，就以为我的武功是棍法，但其实我的剑术凌驾于棍法之上。可即便是当年副帅，也没有办法突破那座剑阁呀。总得有人去试试。你来守国门，我来定天启。你要开天剑阁？对，麻烦国师了。今日为何
你那位雷小兄弟没有来啊？若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得有人替你护法才行啊。国师不愿替我护法吗？实在惭愧，自打海上仙山一战，老朽便受了重创。原来如此。我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国师，他入天剑阁，我来为他护法。好。怎么，前几日才说答应我一块儿，现在又自己单独行动，说话不算话。萧瑟，我记得你上次像这样躺在我面前，还是在建筑。那是我真正的第一次从心底里担心一个人会突然的离开。离开雪月城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我自己，一定要保护好你。可是每次发生危险，都是你冲出来保护大家。不过我的内力，你们用不了多久便会耗尽，要速战速决。我化晚风，走红这一双人，这一生便为爱，愿原谅给予你。其实一开始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毒舌又抠门的人，也不理解为什么大师兄会同意带着你一块儿上路。现在想想，幸好他同意了，要不然我们要晚好久才能见面。我好像还应该感谢雷无极，幸好他去了你的客栈，欠了你的银子。萧瑟，我已经失去大师兄了，我不想再失去身边任何一个人。拜托你，如果你听得见我讲话的话，快点醒过来吧。1年前，我背着师门偷偷离开，最大的愿望就是提升剑术，提高境界，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我师父那样厉害的人，然后在江湖上行侠仗义，扬名立万。很快，我便遇见了萧瑟、无心、师姐，还有大师兄。我的伙伴越来越多，遇到的对手也越来越强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在我有能力保护天下之前，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伙伴。可是大师兄死了，萧瑟一次又一次的受伤。起初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，可现在我却只能坐在这里。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有。很愤怒，又很无力。其实你坐在这里也是一种保护。你看，前面就是大门，后面是萧瑟住的房间。想要进入这扇大门的人，就势必要经过我们所在的地方，而你就守在这里，他们就要掂量掂量，是否能够打败你，或者如何打败你。你是他们不敢轻易闯入王府的理由，你还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？其实有你在，我安心了许多。你看，我心里也是害怕的。别怕，我一定会好好守住这里。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伤害你们任何人。你也受了不小的伤，应该抓紧时间运功疗伤。这么守在这里，实在是没有太大的作用。
离开仙山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。而且萧瑟晕倒之前的那句话让我很不安。什么叫做先救天启再救他？放心吧，我会尽快让他清醒过来的。虽然我的武功5年之内也没有办法再恢复了。我来。5年、10年，就算我再也不能用武功也可以。我和他是同一个师傅，修的又是同一门武功，所以可以助他。千柳姑娘的好意心领了，还是去门外等候吧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醒的萧瑟。那就多谢积雪姑娘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快去吧。真是个傻丫头。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突然有了一种没有萧瑟就不知道做什么的感觉。以前还总是嫌他烦，但只要有他在，咱的事儿总是能成。这就是萧瑟，总能给人一种信赖感。其实要做什么都不难，谁来了把谁砍了就是。哇，还是师姐威武霸气，有你在，我都不是最直接的那一个了。臭小子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骂我。哎，师姐，你怎么看起来像刚哭过？雷无姐，你说萧瑟应该真的不会出事吧？雷无杰，都怪你乱说话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我听说六哥和孤剑仙对剑的时候受了伤，我特意来看看你。他没事，王爷请回吧。我人都来了，你们也不请我进去坐坐，这就是永安王府的待客之道吗？放弃吧，你们下午已被我义父所伤，根本不是无心的对手。同学，可你们别忘了，我的义父是洛清扬。萧瑟，你的伤……积雪把一身内力都给了我。现在昏迷过去了，但给了我一次再战的机会。刘杰，身上有伤别硬撑。我没事，我们先去把吴昕给救下来吧。萧雨，你找我，我在这。不愧是那个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萧楚河。萧雨，这次你真的过分了。过分吗？只要你还活着，我可以做出更过分的事情来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从小到大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的武学和财富在诸皇子中只能排第2。稷下学宫里，你入学便是祭酒门下弟子，我勤修武学，而你17岁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名扬天下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我想要出头，就必须除了你。后来，你离开了天启城，我也终于获得了我的成就和瞩目。那真是一段让人怀念的时光。短短4年之后，你竟然又出现了。千金台之眼，你把所有人都逼了过去，连父皇都亲自到场。琅琊军兵变，眼看着已经打进了皇宫，你偏偏3言2语就把10万大军赶走。孤剑仙问剑天启，你伸手都能引来天斩之剑，向天下昭示你就是天选君主。六哥，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居然说我过分，这合适吗？笑话！难道就因为别人比你优秀，你就要害人吗？本王跟你们不一样，
甘愿屈居人下，听人差遣。本王要做人上人，谁敢挡本王的道，本王就要除掉谁。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要打便打吧。六哥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萧雨啊，你今天跟往常不太一样。哦，哪里不一样？你这个人从小到大都比较冷静，不爱表露内心。可你现在把内心的话都说出来了，说明你很不冷静。我做梦都在想这一天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我当然按捺不住我的兴奋，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。是吗？就靠我这个朋友？是啊，看着你被自己最好的兄弟杀死，可真是令人兴奋呐。那个风华绝代、算计人心的无心，为什么会失算成为药人？他若想逃，什么地方拦得住他？他若愿死，谁又能把他变成这副模样？天启城里能够为他铺后路的人是谁？他能够信赖的人又是谁？是我，还有雷无极。你猜的不错。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刘杰，用无敌伏魔神通。好。这套拳法当初是你教给我的，今天让你看看我练的怎么样了。厮杀，感觉无心的杀气没有方才那么重了。那我就是没猜错，这套拳法可以正心魔去邪祟，对这药人之术同样起压制效果。不信，不信！不信！你明叫我，可真无信！看着我，看看你的心，你看着我，看着你自己的心，你明叫无心，可真无心！轻抚明月，无怨无声无畏无怨。道是一念是善，一念是恶，善恶是难渡。苍生难渡，对明人间。大道无形，大爱无缘。雷无极，做得好。我一直都很聪明的，好吗？刘姐，你没事吧？拜。我拜了吗？雨儿，母妃，萧瑟，我真的好想抱着你大哭一场。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多无奈啊？一个个敌人打也打不完，我们这边非死即残。大敌当前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打不动了。看来还是你我一战。白日里那一剑，是天时所成，剑意所致。此时此刻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可是还有我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这次出场，
又是在如此危机之时，救人于危难之中啊！这难道或许真的就是天命？我无心命中注定，就是那天神临世，万丈光芒般的存在。臭不要脸！不错，救出我的果然是你们二人。心魔隐，大自在秘法神通，练得不错。是大自在天下无敌伏魔神通。哎，那当时随便起的名字，你记得还挺清楚。诗儿，你竟然……母亲，你走了又回来，是要带着我这个兄弟吗？不是，师兄，你带雨儿走。娘娘，事到如今，一切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。萧雨想杀我，争抢皇位，我不在意，但是他害死了我的朋友。他今晚发动天启之乱，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。他甚至勾结男爵，入侵北里，又让千万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今天没有人可以救他。你是要杀了雨儿吗？真是太令人感动了！我终于是那个被选择的人了。这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都没有做好准备。不过母亲，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要离开天启了？还有你，不要一副以为自己赢了的样子，还没结束呢。师妹，我猜你是想以这东西胁迫我和孤剑仙为你杀人吧？他居然给他的母亲也偷偷下了要人之书。雨儿，你大逆不道！殿下，师兄住手！你怎么会知道？在那日见到母亲之时，我便已经知道了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落入你的陷阱，被制成药人？我不懂药蛊之术，所以只能让自己身陷囹圄。降妖为魔，6根清净，退！明启，诗儿，好，真是令人感动的母子重逢。果然，你心里只有那一个家庭。你走吧，带着你这个儿子走吧，一辈子也别回天启城了。愚蠢！师妹今生若不是因为你，根本就不会过得如此痛苦。你还如此的去伤害她。师兄，文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？义父，你这一生痴爱母妃，自然是会为她说话。好，我就让你听听那些陈年往事。当年师妹和叶鼎之已经逃出了天启城，他们隐居在姑苏城外，但却又被人骗回了天启。你想想，是什么让他放下了眼下的幸福，而又重新回到了那个牢笼里面？是你，我。当年有人假传我的话，说你在天启染上重疾，于是他连夜赶回天启，也就此，他被困在天启，引发了魔教东征。而第二次，
我本可以带他离开天启，可他又拒绝了，是因为他跟萧若锦做了交易，要保住吴昕的命，也要保住你皇族的位置。这些话不过只是托词罢了，都是托词。我曾无数次的说要来到天启，都被他拒绝了，因为他看穿了你根本就不想放弃你皇族的身份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是他在为你隐忍，在为你承担。你以为全世界都抛弃了你吗？愚蠢！是你放弃了所有人。萧雨，你总是扮演一个受害者，其实你得到的宠爱也很多。我母妃早逝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向往的。可你执着的，想要与我争抢的，都是我最不在意的东西。师兄，尽快带雨儿走。师妹，可这个畜生，他对你下毒。娘娘，做错事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萧瑟今天就是一死，也不会放萧雨离开这里。我可以不杀他，但是他必须去大理寺，由父皇定罪。原来我这一生是最大的笑话。殿下，玉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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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七，事到如今还是不服吗？只有自己先看不起别人，才能不被别人看不起。玉儿，玉儿，殿下。玉儿，玉儿，下雪了。那是七弟吗？他怎么会在那儿？七皇子今天在稷下学堂与其他皇子打架，被升上罚跪。七弟虽然调皮，但一向知分寸，为何会无缘无故的打架？因为七皇子不服气功课成绩排在六皇子后面，结果被其他皇子嘲笑。有皇子拿宣妃娘娘的事来说话，七皇子一怒之下，哎，
六皇子。你就是我的六哥。有一天我会赢你的。